这就要快到9月份了，感觉一下子整个菜园的氛围就变了，那种秋意马上就出来了。这晚上走在菜园里边，也有一种冷冷的感觉了。看这韭菜花也都开了，今年我们得继续做韭菜花酱了，因为去年囤的，昨天刚刚都已经吃光了，刚好赶上这个时机。看这里边种的香草，都已经占满整个菜床了。还是相当的不错的，这薰衣草也开花了。最近一直是忙呀，各种各样的事儿，来菜园的机会是越来越少了。今天小朋友们都开学了，我们好像事儿也一下子少了些。看现在这毛豆啊，叶子都已经黄了，其实这些毛豆都应该摘了。看这豆荚还是挺饱满的。这种都已经有点老了，这个鲜食毛豆品质还是相当不错的，吃起来特别甜，口感特别好。看看前面的毛豆覆盖作物，再对比一下，这毛豆覆盖作物跟刚才的鲜食毛豆比起来，看它整个植株到现在还特别大，而且没有黄，上边是被虫子咬的这种痕迹，但是它豆子就特别小，看这小豆荚这么点儿，摘下了一个。随便找一个鲜食毛豆，这是长得比较小的鲜食毛豆，这只有2颗种子的，看看对比，差距这么大。我再找一个大一点的，咱们找一个3个豆荚的对比一下，看看这3个豆荚的就像巨无霸一样，所以这就是鲜食毛豆跟这种毛豆覆盖作物的区别啊。一个真的是覆盖作物的目的，就是为了盖住整个的地面，然后保持水土，抑制杂草的；一个是为了吃毛豆用的。还有一种就是谷物的毛豆，也就是我们说的黄豆或者大豆，那个就是主要用来等它干了之后当粮食，然后打豆浆啊，做一些豆制品什么的。而且你看这鲜食毛豆，这整个豆荚一大串，特别多。其实像这种毛豆覆盖作物的豆荚里面的豆子也是可以这样煮吃的，但是它的大小啊、口感都要比鲜食毛豆差好多，而且它有点偏硬。还是过来看一看甜瓜吧。这甜瓜好像丽丽摘过了似的，都已经坏掉了，可惜了，浪费了。这甜瓜还是摘晚了，看大部分都被虫子给爬了、咬了，这些看样子都没法要了，有点可惜。这是完全坏掉了，这也是。这边西瓜也还有裂的，我看看，顺便把熟了的西瓜也摘回去吧，不然又熟过头了，浪费掉。这个早春红玉，这肯定是完全熟了。这是我刚刚动了一下，结果就裂开了，这肯定特别好吃。我记得这边还有一个大瓜来着，这个拍着感觉好像也熟了，但是手也拿不下了，等等再过来摘吧，或者明天早上再来摘。今年的甜瓜大概现在就没有了，西瓜这藤上面还有一些，还有些个头不错的，还有小一些的，后边还能吃上一阵子。再到这边看看这个大型瓜，看这熟没熟啊？感觉也熟了，这一定要记得及时来摘了，否则就全都浪费了。这毛豆呢，最难的就是采摘了，要摘老半天才能煮一盆够我们全家4口人吃。这上面还是好多呀。现在这个状态，我在想，我们是不是把它整株拔下来，然后再专门的找个地方，给它把豆荚都撸下来，然后清洗一下，是不是就可以煮上，或者是冻起来了？好多，这种都已经干了，都变成干豆子了。这次的玉米持续的收获的时间也挺长的，这第一批还有第一批补种的玉米，差不多都摘光了。上面的玉米穗都没有了。这边是第2批和第3批的玉米，
这也被摘了一部分了。上面还有，看看这边这批的玉米，这还可以。所以多种几批，每隔2周种上一批，这玉米最后收获的时间还是挺长的。这样的话，在收获的时间内就可以持续的有新鲜的煮玉米吃了。顺手来葡萄架这儿再摘几串葡萄回去。这葡萄虽然长得不好，但是量还真是多。看这些其实还不太熟。记得这个品种的应该是有一些品种是成熟度比较高的，像这种应该是完全成熟了。哎呦，掉了！哇，这全都摔坏了。哎，这边的成熟度要更高一些。应该带个剪刀就好了。就先来这几小串吧，手也拿不下了。这几串如果把上边长得不好的葡萄给它弄下去，剩下的感觉还凑合，把皮剥掉，吃起来味道还挺不错的。这边的草都是拿手持割草机新割过的，也是费了好长的时间，费了不少功夫。我记得当时这边还是有挺多好的小西红柿的。其实地里边自己长出来的樱桃番茄好多都是不错的，割草的时候都被打掉了。要是有时间摘，其实能摘出一大盆的。这边是有更多，看这个头比较大的那种。哇，这长得还挺不错的。哎呦，拿不下了，就摘这几个吧。这樱桃树啊，真是不好种。看这些叶子，差不多这个时候都掉了。它不是这种正常的掉叶子，而是真菌感染。这种有机种植感觉很难抑制它这种病菌真菌。上边新长出的叶子还行，看前面的也是，就是顶部有点叶子，其他的叶子都掉光了。这秋天的傍晚，菜园看起来真是有点萧条啊。我在想，是不是又该耕地再种上点什么东西呢？趁着后边还有点时间，是不是种上萝卜、豌豆什么的呢？哦，我说怎么没有好的甜瓜了呢？刚刚发现原来是被丽丽给摘回来了。看，这还是摘了几个不错的好甜瓜的。